乌克兰的前线逃兵高达20万人，这是一场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战争。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心一意拥抱西方，无奈西方一直把俄罗斯妖魔化，所以要怪就怪乌克兰的民粹政治，认为他们可以跟俄罗斯一战，这是一个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就像两岸有人期待着美国的介入可以打败解放军，这是西方政客的谎言。中国崛起大潮，川普海啸，再加上乌克兰进化水位破灭，赖清德的总统会很难做，他面临的是川普杀伐果断第二任，再加上中国大陆崛起速度超乎所有人类的想象，但偏偏赖清德这个井底之蛙这个时候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真的只能够自求多福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多次的想要弃台，所以美国讲，如果两岸开打，台湾撑不下去，大不了把台积电给轰了。因为我们既然是筹码，是棋子，当然是可歌可泣啊。所以如果美国要弃台，他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啦，就这么简单。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泽伦斯基据说要做出重大让步，他愿意在俄军依然占领乌克兰的领土的状况之下进行和谈，并且用外交的方式取回领土的问题。条件唯一一个是他希望加入北约。可是接连爆出重大的问题，前线逃兵高达20万人，而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支持度剩 16%， 整个崩盘了。60%的乌克兰民众不相信也不愿意再给泽伦斯基进行连任了，这落差也太大，突然百病齐发。这是一场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战争。错的呢，就在于西方国家一直对于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不能够采取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态度，所以在华沙公约组织解散了之后，北约并没有随之解散。那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一心一意的是要拥抱西方的，无奈西方一直把俄罗斯妖魔化，所以当年白纸黑字公开的承诺俄罗斯北约不会东扩，但是这个承诺一再的跳票，而且东扩到了俄罗斯的门口了。所以只要乌克兰采取中立的态度，不想参加北约，事实上是不会有俄乌战争的。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了以后，它虽然是一个中型的国家，各方面的实力跟过去是完全不能够比拟的，唯独一个就是苏联时期留下了庞大的军队核武。那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乌克兰它迟早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更何况美国跟欧洲一直还是不松口，让它成为北约的成员。所以要怪就怪乌克兰的民粹政治为什么会错信了西方政客的谎言，然后认为他们跟俄罗斯一战可以打赢这场战争呢？这是一个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就像两岸有人期待着美国的介入可以打败解放军，就像乌克兰的错误期待是一模一样的。如今战争已经发生了1000天，普丁是以超高人气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大选，再度奠定了他领导俄罗斯的正当性跟合法性，而相对泽伦斯基连选举都不敢办。普丁从头到尾都说要谈判要谈判，但是呢，在泽伦斯基任期过了以后，他就说他不跟泽伦斯基谈，因为泽伦斯基就是一个伪总统，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代表乌克兰去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窘境。当然在川普当选之后宣布他在上任后要结束俄乌战争，作为他重返全球领导人位置的立威，泽伦斯基也知道，那你今天一直威胁全世界，普丁很可能会用核战，野心不是乌克兰，而是要入侵全欧洲，所以乌克兰必须要打赢。你说这不疯了吗？这样的风言风语居然还有人相信，神经病啊！不要说当代的俄罗斯，就像古代的俄罗斯，到今天你曾几何时有野心要统一欧洲？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拿破仑，只有纳粹。俄罗斯什么时候想要统一西欧的呢？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乌克兰早就该输了，早就该和谈了。所以俄罗斯使用中程导弹回手，有非常重大的军事跟政治上的意涵。第一个，我就是告诉你全世界，尤其是西欧，我今天是节制，如果我挂了核弹头，你今天西欧一半都毁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第二个，他的导弹基本上西方是拦不下来的，他可以打36个地方，请问这是什么概念？这个军事的技术重大突破也不过就是这1年的事情那你们还要这样子玩吗？
所以对俄罗斯伤害性不大，但挑衅的意味十足。我觉得普丁也不是笨蛋啦，就剩下这不到1个半月的时间，忍一忍就过去了。而且川普必然开始展开重大的动作，那泽伦斯基也知道接下来必须帮自己的后路，还有抬高自己谈判桌的筹码。所以你可以看到泽伦斯基现在说大话，要叫俄军退出乌克兰的领土，怎么可能？今天这就是普丁最大的目标，要保护乌东，而且我都站好站满了，凭什么让我让？你是一个要打输的政权。第二个，怎么可能让你参加北约呢？所以谈判的内容很可能举例，要北约承诺30年之内乌克兰不可能参加北约，然后乌克兰也不争取去参加北约。像这个东西很可能战争结束都会在签好的合同上面。哇靠，我会有一种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感觉呢。在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其实多次的想要弃台，关键在于韩战的爆发，他们度过了38度线，所以美国紧张了，才又重新的认为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很重要。不过70年代美国还是决定采取季辛吉的联中制俄，所以台湾又再度的被抛弃。所以美国一直有弃台论，一直到最近这2年大家听到的最夸张的就是万一呢两岸开打，不管我们撑多久，台湾要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呢，是大家心知肚明嘛。台湾最终只是问撑多久，所以美国他不就讲了吗？如果两岸开打撑不下去的时候，大不了把台积电给轰了。那老共是舍不得毁了台湾啊，毕竟第一个人家是相信台湾是人家一部分，而且是同胞嘛。第二个怎么会毁了台积电呢？所以如果美国要弃台，他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时机啦，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既然是筹码是棋子，当然是可歌可泣啊。中国崛起这大潮，川普海啸，再加上乌克兰镜花水月破灭，这3件事会把民进党跟赖清德冲的不知道人在哪里。当然台湾也会受到伤害，但是我这一个浪潮打过来是天地倒悬的感觉。可以看到事实上西方力量一直非常大力的在力挺蔡英文，而蔡英文也毫无保留的配合，甚至于多次的出卖台湾的利益，就是要做一个模范的看门狗，也的确赢得了西方势力的喜好。赖清德就没有这么好运了的总统会很难做，接下来马上面临的是川普第2任，这也是川普最后一任了。川普有吃过前面的一些亏，想必这4年他一定是杀伐果断，所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的。美国内部恐怕是水深火热，但全世界日子都不好过。赖清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很难再去卖芒果干，因为可能很多对台湾的冲击是来自于川普，而不是来自于大陆了。再加上中国大陆崛起的速度已经超乎所有人类的想象力，虽然大家也说中国大陆的经济面临了非常严峻的挑战，这也是事实。不过话说回来，哪个国家的经济不面临了严峻的挑战呢？这么恐怖的通货膨胀，不就是俄乌战争所引起的吗？再加上美国现在要变本加厉的打全球的贸易关税战，面对这样的局面，事实上全世界的领导人头都很痛，也不是只有台湾。但偏偏赖清德这个井底之蛙这个时候接，更何况民进党的整个的团队简直就像文盲一样。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真的只能够自求多福了。那赖清德接下来也会面临很多很多的苦头啦，这个是他一定会捉襟见肘的。